好了，朋友们，好久不见。这次因为又要去看球了，所以再次出发去英国。去英国的注意事项我就不多说了，之前做了太多视频了，大家可以参照之前的视频，该说的都在里面了。这次除了看球，最重要的目的地就是苏格兰。除了伦敦，基本上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去苏格兰玩。我现在是在上海的浦东国际机场，等会要乘阿联酋航空到迪拜转机，再到曼彻斯特，然后再从曼彻斯特到利物浦，再从利物浦去往苏格兰。有点复杂，但是主要是为了省钱，然后还要带上一个朋友。我们这次苏格兰的行程，整个行程是5天4夜。去年做了不少英国的视频啊，不管是自己出去旅行还是攻略，感觉还是帮到很多人的，还是很开心的。希望这次视频也能帮到很多朋友，尤其是想去苏格兰自驾的朋友。OK，let's go。走了哈尔堡 A380。Go go go！ 转机！好想坐头等舱啊！继续吃。约够！滴答。曼彻斯特过关是我目前过得最快的一个英国的 border 啊，超快，根本就没排队。来了，走。利物浦，下车。Go！ 土豆鸡仙人，哎，这是利物浦最牛逼的炸鸡吗？吃巴祖卡炸鸡，怎么样？好吃，对吧？好了，家人们，我们现在从利物浦出发前往苏格兰。苏格兰的首府就是爱丁堡，但是我们其实今天的路线是先到另一个城市格拉斯哥，再去爱丁堡，因为我们今晚是住在格拉斯哥。这么做的原因有2个，一个是因为格拉斯哥的宾馆比爱丁堡便宜太多了，700-800块钱可以住个很好的宾馆，而爱丁堡1000多块钱都住不到什么好宾馆。第2个点就是我们之后去苏格兰高地，从格拉斯哥走会更近一点。从利物浦到格拉斯哥是3个半小时，但从格拉斯哥去爱丁堡是1个小时。很多朋友去爱丁堡都是从伦敦出发的，从伦敦出发去爱丁堡差不多是4个半小时吧。伦敦去爱丁堡的火车还是很贵的，这个建议还是大家提前去买火车票。具体怎么买火车票，我在之前的视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这里就不多说了。中国直接去苏格兰也是可以的，大家可以直接买上海到爱丁堡或者北京到爱丁堡，好像北京是有直飞的，上海是没有直飞的。大多数情况下，便宜的机票都是中转，可以直接到爱丁堡飞机场，或者是到格拉斯哥飞机场都可以啊。这次旅行的话，就是第1天会在爱丁堡，之后4天会是在苏格兰高地，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苏格兰的一个行程。跟我一起出发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土豆鸡仙人，哎，今天吃不吃警告？今天是2.5个小警告。好的，之前跟大家说了，在英国旅行最好的时间就是5月份到9月份，现在是5月底，应该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时间了，就是天气也还可以，然后白天时间很长，有点暖和，没有那么冷啊。虽然今天有点这个天，这个人还得穿着羽绒服啊，但是英国的天呢，永远都说不好。希望这句话要重点强调给大家。希望我们这次能玩得开心。OK，let's go。传统技能啊 ，meal deal， 穷鬼套餐。再次来到石灰街火车站，现在刷进这个 platform 1啊，这就是闸机，然后手上有个2维码，然后这里刷2维码就进去了啊。订了一个座位的椅子啊，这是在提前买票的时候可以选的，可以坐座位的，一边吃东西啊，一边学习。Thank you. Morning. Thank you very
时候乘火车的话，你虽然刷票进来了，但是他会在车上还是会查票的，因为很容易逃票。好多小羊肖恩呢。Sorry. No, it's哦，抵达格拉斯哥，哎，格拉斯哥其实是苏格兰第一大城市啊。对。虽然它不是首府，但它其实比爱丁堡大。我对它印象就足球吧，就是苏格兰比较有名的2个球队，叫凯尔特人跟格拉斯哥流浪者，都是格拉斯哥的。这是格拉斯哥的市街区啊，这就是很典型的苏格兰的一个建筑啊，这种。其实你看后面这火车站还是蛮老的啊，这是刚刚火车站啊。这还是蛮老的。这应该是个巴洛克风的一个建筑，整个苏格兰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轮到你开箱了，可以，挺大的我哈，这一碗还是挺便宜的，就800块钱左右，在英国来说已经很好了。介绍一下，你可以拍一拍。没啥好介绍的啊。这个厕所有点，这像残疾人的一个房间。哎，这应该残疾人房，这个就明显残疾人坐的。浴巾还是有的啊，但是牙刷、牙膏是没有的。这英国酒店都是这样的，这其实质量还是挺差的。那我们现在出发前往爱丁堡啊，单程的话是15磅。如果行程跟我们一样的话，也是住格拉斯哥的话，大家可以买 Auburn Return 的票子。因为爱丁堡跟格拉斯哥离得比较近，所以这个车次非常多，而且都是同一家公司的。那么如果买 Auburn Return 的话，就是可以时间更 flexible 一点。在英国有一点就是，如果2个城市比较接近的话 ，Auburn Return 的价格其实是跟单程价格是一样的。如果提到苏格兰，你对苏格兰的一个印象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最先想到这些动物吧，比如说那种特别胖的那种羊，还有那种牦牛，还有苏格兰裙，苏格兰裙，对，这个是最经典的苏格兰裙。风笛。除了这个，还有比如说一些吃的，比如说苏格兰威士忌啊，当然还有黄油饼干。晚上看看有没有机会给大家带来点苏格兰美食啊。说美食呢，它也不一定美，它就是食吧可能。还有就是高地了，就是自然景观啊。而且苏格兰这个地方有一点意思，就是它虽然是一个自然景观很多的地方，但是其实它没有那么吃天气啊。就是你天气像现在这种天气，它有它的风味的啊。当然了，天气好是更好的。又进来了啊！斯科特 Monument。终于到了！哇，真又破又烂啊！这里啊，就是著名的爱丁堡韦弗利 Station 啊。我其实在英国的路上，我重新看了《复仇者联盟3》结果呢，发现开场的那个美国队长打灭霸小弟的戏，就是在这拍的。而且《复仇者联盟3》那一段其实都是在爱丁堡拍的啊。爱丁堡其实很多电影都会在这里取景，因为这边的景色还是很漂亮的啊。对。多长时间没有来爱丁堡了？10年，11年没有来过。这个火车站结构还是很有意思的啊。就是你要在那上面看，然后它两边是古老的建筑，然后中间全部是玻璃底这个城市呢，其实有点像重庆啊，整个城市都是不知道是自己在几楼，在1楼也不知道自己在2楼，也不知道自己在3楼。爱丁堡也算个大城市，大家还是要注意防盗啊。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啊。来了，哎呀，这就是爱丁堡。就是天气没有那么好，但是其实爱丁堡没有那么吃天气啊。爱丁堡阴天反倒有那感觉啊。这条街就是著名的 Prince Street 啊，爱丁堡的王子街啊，这是它的最主的一条街啊，就是很多商店啊，然后车道也很多啊。这条 Prince Street 呢，它是分开爱丁堡旧城区跟新城区的一条街。这条街的北侧啊，就是新城区。这条街的南侧呢，就是那个地方向呢，就是老城区啊。然后爱丁堡这个地方呢，漂亮的地方都在老城区啊。一般欧洲的城市都是这样的啊，就是
最核心、最精华的一些东西就是在老城区，因为老城区的建筑、历史都留在那里啊，它保护得非常好啊，是吧？哦呦，那写 Trainspotting 嘛啊，还有一部电影叫《猜火车》啊，如果大家看过的话，很老的一部电影，也是在爱丁堡拍的啊。我们今天的 City Walk 旅程起点就是从这个韦弗利火车站开始，一路绕一大圈，从老城区绕回来。从韦弗利火车站走过来几分钟的路啊，这个很漂亮的哥特式的一个建筑啊，这个叫沃尔特斯科特纪念碑。大家可以看，这个建筑就是那种哥特式风格，就是所有东西往天上窜啊。这个是为了纪念苏格兰这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就是沃尔特斯科特而建的一个这个纪念碑啊。我对这个纪念碑的一个知道是什么呢？是通过一部电影，我很喜欢一部电影叫《云图》，有一个故事是本卫肖演的和詹姆斯达西两个人演的一对同性情侣啊，他们的故事就发生在苏格兰。然后有一个场景就是本卫肖坐在一个地方等他的那个男朋友啊，一个镜头他在那抽着烟啊，看着爱丁堡的落日啊，就是在这个上面啊，这个是9磅上去一次9磅啊。爬上去，如果喜欢云图的朋友，然后天气好的话，其实可以上去打个卡啊。大家可以看啊，从这里看那边啊，那就是一种小山一样的啊，然后那边就全是老的建筑，全是这种哥特式建筑啊，还有一些巴洛克式建筑啊。大家看那边有个巨大的一个城堡啊，这就是爱丁堡最著名的爱丁堡城堡啊。这里是它这边苏格兰的 National Gallery 啊，也是跟伦敦的国家美术馆 National Gallery 是一个建筑风格，也是这种新古典主义建筑啊。爱丁堡这个地方呢，一年四季都能来，因为它没有那么吃，就是天气也没有那么吃季节啊。是的。但是有一个时间就是8月份，它这边会有非常有名的一个爱丁堡艺术节，但是那个时候好像这边就是会很旺，然后价格也很贵，而且还有很多街头表演那个时候。对。从刚刚那个 Monument 走过来几步路啊。这个地方就是王子街公园下面，然后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爱丁堡城堡，很大的一个城堡啊。哇，这个绿色，哎呦，这夏天到了啊，一片绿色啊。这个王子街花园呢，它以前就是王公贵族玩耍的一个花园，私人花园啊，就国家花园嘛啊。现在就开放给普通老百姓了。夏天的英国还是很好的啊。凉凉。这个树，我天哪！冬天来就看不到这么多叶子了啊。现在看这个叶子还是很多的。这边还有薰衣草。我们仰望爱丁堡城堡。以前那些人怎么打得上去啊？爱丁堡城堡就被称为，英国最牛逼的城堡啊！以前苏格兰的国王啊什么就是在里面待着的。这个城堡被称为最难攻的城堡啊，这怎么打得上去呢？我们在王子公园这边可以围着这个城堡绕一圈啊，这个太吓人了，这个城堡啊。怎么打？其实在下面就是我们刚刚乘火车过来的地方，现在变成火车站，上面现在是城堡啊。哇，这个喷泉有点意思啊，这个颜色也太鲜艳了吧 ，Amazing 啊，这个喷泉，贵族感满满啊。英国的公园当然少不了美丽的花花啊，美丽。绕到了这个城堡的背后啊。爱丁堡城堡呢，里面是可以参观的，然后票价好像是23磅左右吧。就是我看了一下简介和一些博主去的一个反馈，我觉得其实如果对中世纪、对英国这边历史没有特别有兴趣的朋友，我觉得就不用进去了，因为说里面都是一些中世纪展览，外面看看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里面进去就没有那么有意思。爱丁堡城堡还有个有意思的点，就是它每天的1点钟，除了礼拜天，都会有一个放炮仪式啊。至于为什么是1点钟放炮呢？据说是因为炮太贵了，
其他点都得放多束炮只有1点只用放1束炮我乱说的。想进去玩的朋友可以在1点前进去到时候看个放炮仪式。我们现在绕到了爱丁堡城堡的南边，后面这边也可以看到爱丁堡城堡上面挂着个英国国旗这个炮也好好看很雄伟我们来直播一只乌鸦去偷吃的好大一只乌鸦。你吃不吃呀？你不要害怕呀，没人管你的。来了，哎，吃了，哎，还挑呢，我靠！强呢，我靠！爱丁堡城堡南部这块地方看着还挺普通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叫格罗斯广场这个地方是以前爱丁堡老城的市中心。这个地方最有名的地方是它其实以前是一个处刑的地方。这就是苏格兰有名的牛最大的不知道能不能遇到这里就是格罗斯广场一个核心的地带然后往那边走就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弯道这条街叫维多利亚街这两边都是那种很漂亮的商店人家的美誉就是这样子的。好，我们要绕过去了来，哇，出现了漂亮，就是这真的好，维多利亚街就是刚来英国，其实刚开始倒时差会起得很早，其实可以早点过来，可以拍到很空的这个街爱丁堡这个地方呢，很适合大家喜欢拍照的人来拍。这个建筑错落有致，然后很有纵深感，地还是这种石板地很有感觉看上面也能走人，这上面也可以讲，你看上面还有人走。这个应该是什么哈利波特的一些店什么卖这种什么那种 Wizard Witch 的店据说杰克罗琳是在爱丁堡写出的《哈利波特》第1部对的。所以这边其实很多店都是搞巫师这种东西的如果大家想上楼的话，其实这种地方就可以直接上楼。这里有一个小的那种楼梯，可以直接上到2楼去我们现在爬上来了，往这个方向看也很好看彩色的我们现在相当于进入了这个爱丁堡的这个老城区这是我们刚刚上来那个地方对，就可以俯瞰下面也很有意思这条街就很热闹，有很多这种 pub 跟吃饭的地方这还是什么幽灵巴士苏格兰这边有很多这种幽灵的传说，你知道吗？就是它这边有很多鬼故事传说，所以整个城市有很多那种跟鬼怪有关的 tour 什么的，还挺有意思的。这家店大家看这家店叫大象咖啡馆大家看这上面写的Made famous as a place of inspiration to writers such as J.K. Rowling 传说什么哈利波特第1部的手稿是在这里拍着就这家Birthplace of Harry Potter Birthplace of Harry Potter 这不是还有海瑟薇全都有大家有兴趣可以进去喝杯咖啡大象咖啡馆旁边这有一个哈利波特特许经销店全是哈利波特玩具的真的是特许的吗？其实现在中国卖哈利波特东西也都正版挺多的，就北环什么，网上淘宝上都有。其实也没必要特别来英国买，因为我看了一下英国东西也没有说比中国的不一样到哪去一看也估计也是义乌产的而且贵的要死。这边这个有个小雕塑这个就是英国的忠犬八公大家看这鼻子也被摸的变色了这是西高地有一个故事，这只狗叫Greyfriars Bobby18几年，它主人死掉之后，它在主人的墓旁边陪了它14年然后被称为英国的忠犬八公。By the way， 西高地的英语就是 West Highland，Highland 就是苏格兰的一个行政区叫高地其实就是西高地的发源地就是在苏格兰然后这个地方好像最近看了一个剧叫 Department Q 里面好像有一个镜头就是在这个地方拍的我也来摸一摸
从中卷八公这边过个马路啊，这边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苏格兰的国立国家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也是免费的啊，我们可以进去溜一眼。它没有非常大，跟大英博物馆就没法比了啊，它就是一个挺小博物馆，估计跟利物浦博物馆差不多大吧。大英博物馆门口就全是人，里3层外3层，毕竟是汇聚全世界的东西的一个地方。哎，进来了。好，嚯，这个地方像个地道一样。这个博物馆就是小小的啊，但是还是很漂亮的啊。蒸汽机发明者瓦特啊，他是苏格兰人吗？还真是苏格兰人啊！瓦特居然是苏格兰人，我也才知道啊。这个区域就是英国现代工业的一个热气球，这还有热气球。你看后面还有自行车上啊，就是老资本主义，也就这些东西可以来讲了啊。这个是红牛哎，阿比尔。阿比尔啊，这把2006年的车，咱就拿出来看。这边最著名的，大家最愿意看的东西就是这个了啊，多里羊，多里羊就是第一个克隆的羊啊，多里的 ship 啊，就是在苏格兰这边弄的啊。他现在就是他死去之后的标本做的，应该就是，可以来看看。这个就是从小教科书上写的东西，哎，对了，就出现在了眼前，很有意思。是，这有个热气球还挺好玩的。这是不是可以发射的？啊，是。哎，他没有踩我。哦，哎，起来了，这个倒起来了啊，真有意思啊！童心未泯。哎，我觉得小朋友来这里真的很不错啊。像个小科技馆一样的，哎，对，科技馆。这条道通往就是爱丁堡大学的一个叫 New College 的地方，啊，那地方也挺好看的。你看，这就是苏格兰很经典的一些羊肠小道啊，他们这些就是每个街区和街区连接都是靠这种很羊肠的小道一连的，然后这个小道又有高低落差啊，就是这样。像探险一样的，挺有意思的啊！哦，那边还可以看到海呢，哇，好厉害啊！是，真的可以看到海。真的跟重庆很像。这就是爱丁堡大学的 New College 新学院。他们这边大学应该可以进的吗？可以进。哦，直接可以看到这个教堂啊。牛逼啊，非常牛逼啊！这个帅啊！看这个就是也是很经典的爱丁堡的一个地势啊，那种爬死了就绝望坡，这每天来回上下拉练个4、5次，你保证瘦，我跟你讲。啊，这条街就是著名的皇家英里啊，来看这个叫 Royal Mile 啊，这边就是爱丁堡城堡啊。为什么叫皇家英里呢？就是这一条直线，然后它的这边连接的是爱丁堡城堡，然后它的另一头连接是叫荷里路德宫啊，也是皇家的一个建筑啊。反正两个皇家建筑的连接这条路叫皇家英里 Royal Mile。这么一回事。然后这一条路呢，就是1个 mile， 1个 mile 差不多就是1.6公里。好，这就是这条路的名字啊 ，Royal Mile。下面就是 Royal Mile。这个皇家英里的路上有很多一些很经典的、也是有名的爱丁堡的一些建筑啊，我们可以路上看一看，非常热闹啊，全是人。这边就相当于。哎呀，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但是就跟上海南京路一样啊，是最有名的一条路啊。大家看，这就是经典的苏格兰名曲啊，名曲我也不知道什么名曲的，反正就是一个很熟悉的音乐啊。然后这就是经典的苏格兰风笛大哥穿的苏格兰经典的裙子啊。
我们往这边走了几步啊，就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教堂。这个教堂就是圣吉尔斯教堂啊，那上面那个顶很漂亮啊，特别漂亮啊。教堂我们就不进去了。来欧洲旅行，这里发现全是教堂啊。复仇者联盟3的开场啊，就那个幻视跟旺达两个人在这里走，就是在这儿啊。背景就是这个教堂啊，这边一路到底其实可以看到海的啊。这个相机太垃圾了，不行啊，看不清啊。但是其实肉眼是可以看到海的啊。就是欧洲教堂看多了就不用进去了啊，但因为大家也不信教啊。像有些有名的教堂进去就可以，像这种教堂看万立面就很漂亮就够了啊。吓尿了，这哥们儿在 cosplay 威廉华莱士啊 ，cos 威廉华莱士。说到苏格兰另一个有名的电影就是《勇敢的心》Brave Heart 就是梅尔吉布森跟苏菲玛索演的，也很经典的一部电影啊。Freedom 威廉华莱士呢，就是苏格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就解放者吧。哦，还想起一部电影《One Day》一天啊。One Day 好像在卡尔顿山上拍的，是不是？下头他们晚上走路不也是走的这？哦，是吗？有一个电影叫 One Day 啊，安妮海瑟薇演的。所以爱丁堡这个地方有很多电影都在这里取景。对。这个地方叫 Mary King's Close 啊，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街，叫玛丽金街啊。然后这是一个 tour， 地下有个迷宫一样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它就是你花钱可以进去 tour 一下，然后据说很有意思。当然这个没有中文的，就全英文的。然后好像要1-2个小时。在苏格兰语里面 ，close 就是那种小街道，就那种小巷的意思啊。然后这个玛丽金街呢，以前是因为17世纪那个时候，这边爱丁堡有瘟疫，然后死了很多人，然后他们说很多人就埋在就是小巷里面，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种鬼故事。然后所以它这个 tour 里面就是又可以下去钻迷宫，又可以就是给听讲鬼故事。反正可能挺有意思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不想花这个钱。这个上面大家看这个标啊，右边是英格兰就是狮子，然后左边是代表苏格兰，然后苏格兰的那个国家的象征就是独角兽啊。突然想起来，其实大家来苏格兰可以有一个伴手礼，就是它的围巾啊。当然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啊，我只是看到一家店啊，这是卡什米尔，就是纯羊绒的啊，这可以作为伴手礼回去啊。这边就是威士忌店啊，苏格兰威士忌啊，对酒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喝一喝这个苏格兰威士忌。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皇家英里一路往下走，走到它的头了。没走几步路就有个这种小 close 啊，这就是小街巷啊。那现在这个小巷里面通向的地方都是一些店啊，像这个就是通向一个 church 教堂啊，像这种小街。这个 close 挺有意思，叫 World's End Close， 世界末日 close。然后这有个酒吧是 World's End Pub 啊，这个酒吧还挺有名的，我看了一些 YouTube 博主还推荐这个酒吧。那时候那个城还是个围城，然后那个大门就在这个 pub 旁边。围城的那个边缘就是这个 pub， 然后这个 pub 呢就被称为 World's End， 世界的最边上啊，就是在这个门之外就不是他们的世界了。离开了刚刚那个喧嚣的那个地方，这条街就感觉干净了很多啊，很喜欢这种外墙。哎，这个外墙，你看它接着就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建筑啊，应该是改造的。哎，这里有家店叫 The Furge House 啊 ，Furge 就是乳脂软糖的意思。这是手工的乳脂软糖啊！就看过《哈利波特》的朋友都知道啊，就是 J.K. 罗琳在《哈利波特》里面写过很多种什么，哈利一口吃下一颗乳脂软糖啊，就这样的，就长这样，这就是乳脂软糖啊！我想买一个，其实送人的。这就是不同口味的乳脂软糖，看上去都很不错。这个 strawberry 感觉还不错，买了一个，我们来吃吃啊，一根，哦，这就是一个，一人一半呗。这是什么味儿？草莓味的。哦，什么味道？其实有点甜，有点重。有点重什么意思？就是很甜。很甜吗？真的很有点甜，对吧？是那种甜的有点重的。哈利波特是怎么一口他妈吃那么多？小孩还是就小孩？我靠！这个地方也很搞笑，这个地方是爱丁堡博物馆，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博物馆啊？挺好玩的，
我们这个 Royal Mile 已经走到了头啊，1.6公里走到了头了啊。在这个头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很现代的一个建筑啊，就是苏格兰的议会 Parliament House 啊，议会大楼，现代化，很现代化啊。苏格兰它是1997年英国那边同意苏格兰这边下放他们议会的权利了，所以在1997年的时候，苏格兰就有他们的议会了。然后1999年苏格兰才迎来了第一次议会。其实这个地方是可以参观的，还要报一个团才能参观啊。那边有一座山啊，那座山就叫亚瑟王座。这个山也挺有意思的，是好像是火山喷发之后剩下的一个光秃秃的一个山，然后爬到顶就是亚瑟王座。然后从这边爬上去的话，好像要40分钟左右。我之前爬过一次啊，今天我没有时间就不爬了，而且这个人肯定爬不动的，那我就不爬了啊。但是爬上去天气好还是很有意思的啊。它那个路很野，就像一个真的就是在市中心旁边就是一个很野的一个山，就很有意思。你别说，我还很喜欢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这里是山，这里是一个很古代的建筑，然后这里又是个现代的建筑，这种对比是啊。大家看这边就是我们的皇家 Royal Mile 的终点啊，就是荷里路德宫啊 ，Holyrood House 啊。这里可以看啊，就是女王啊，女王也曾经来过这啊。因为这个地方呢是英国的最高领袖、最高的统治者，每次来爱丁堡就住这个地方，就是荷里路德宫啊。然后它其实可以参观，但是很不幸它今天不开放啊。但这里面还是很漂亮的，还可以参观很多那种皇族的卧室什么的。苏格兰很有名的有一个皇后叫玛丽皇后啊，很可怜的一个断头皇后。她出生6天就成为了苏格兰的女王，但是她一生都很惨，结了3次婚，然后在英格兰被断头了，贼可怜。这个荷里路德宫就是她的行宫，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过来看看。5月26号。对，它是我们今天正好5月18号，它5月14号到5月18号关门啊。这里有个独角兽啊，这独角兽就是苏格兰的象征啊。里面好像还能参观它的玛丽皇后的一个寝宫，睡觉的地方。我们现在就是结束了这条 Royal Mile 的一条路线啊，就是整个爱丁堡最精华的一条线啊，也很简单，就是一条直道。然后我们现在去旁边的一个地方叫卡尔顿山，然后爬上去可以俯瞰整个爱丁堡。好 ，Let's go。我们现在刚从老城区走着就走到这个很神奇的一条小道上，走到这一层，哎呦，这边就是火车站，看到没有？那边就是老城区，啊，还挺有劲的啊。这边就是亚瑟王座，大家看那个最高那个小尖头啊，那个就是亚瑟王座的顶峰啊，爬上去还是挺远的。这就是卡尔顿山啊，这个我们现在在哪呀？我们在这儿啊，这爬上去爬到这儿就行了，这5分钟就到了啊！神他妈山嘛，这不就是上海双子山吗？你知道上海浦东那个硬造出来的是吧？那是人工，这个是自然的。从这里上去就是 Carlton Hill 啊。走。卡尔顿山呢，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东西，就是周杰伦 MV 打卡地啊，周杰伦粉丝啊。哎，杰伦，真会选地方。哦，就是这儿啊，一路就到了啊。大家看，这里有一个长得很像帕特农神庙的啊，上面有几个多利克式柱子的一个建筑啊。这个东西呢，它已经是19世纪末啊，苏格兰想为了纪念拿破仑战争逝去的那些将士，想造一个像巴特农神庙一样的东西，在这个卡尔顿山上啊。但是呢，后来因为没钱了，就造了一半，现在就剩这个剩下一半的一个东西啊，它只有12根柱子啊。最早以为它就是一个老建筑，却没想到就是19世纪末的一个东西，不是一个，就是说很老的一个建筑啊。去不了希腊，但是能在苏格兰看到帕特农神庙啊。这多利克式柱啊，这个地方呢，还得靠人氛围啊。你看这哥们儿坐那还挺帅的啊，他都不知道在那里干嘛，可能就等着别人拍照吧，没想到这个烂尾建筑反倒变成了一个景点。
他说不定造好了还不一定没那么好，没那么有意思。哎，哇，今天天气好透啊！哇，这个全都是海哦。主要是能看到海平面，哇，这多透呀！你看这，还能看到这中间还有一个岛。哎，我们可以等会到那边去看看。大家看那边的海哦，在那个方向就是很著名的一个船叫布列塔尼亚号啊，那个是跟女王非常息息相关的一个船啊，大家看过《王冠》就知道啊。1953年的时候，由女王主持下海的一个船啊，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边参观一下啊。好像周杰伦之前拍 MV 就坐这儿的，现在这个标识就是官方不让人爬了啊。哎，其实卡尔顿山这边其实是一个很适合看日落的地方。啊，但是今天我们肯定看不了，因为现在英国的日落要9点半啊，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待到9点半。尤其冬天，如果有空来的话，其实在这边看日落很漂亮。像冰湖一样，好像是 W 酒店吧？是吗？啊，这里还有。因为它的设计很突兀，当时出来的时候很受争议。哦，这边就可以看到整个城区了。啊，这边就是苏格兰老城区了啊，可以横看苏格兰老城区。这个真的漂亮。同样的海拔啊。卡尔顿山啊，这上面的景观非常值得了，而且它来这里不是很难啊，大家爬个20几个楼梯就到了啊。哎，我们到了，我们爬上了卡尔顿山，我们好牛啊！太蠢了我。好的，家人们，今天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吃苏格兰菜啊！我们今天来吃苏格兰的一个国菜啊，叫 Haggis 啊，长这样啊。这家店还是挺 chill 的，它是一个 pub， 然后也不是什么小红书上推荐的，我们就随便找了一家店吃这个 Haggis 啊。用正常人的话说就叫哈吉斯啊，是苏格兰国菜，它简单来说就是用羊杂和燕麦、洋葱、羊板油等混合。再塞进羊肚或羊肠里煮熟的食物，听上去非常吓人的一个东西啊！这个人死都不吃这个东西，哎，这个人的我来吃，我喜欢吃这种羊骚味的东西啊。这家的 Haggis 呢是配的威士忌酱的 ，Haggis 一定要跟威士忌配好吃啊！我们来吃吃看啊。它这个好像还有个层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啊，反正它有3层，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你爱的羊骚味吗？其实没有羊骚味啊，但是还挺好吃的，挺好吃的啊，挺好吃的。它这一个就能吃饱，因为它是土豆是主食，这味道就是还不错，就是也能下饭，不是下饭下土豆，下土豆，我去，这个东西越吃越上头，哎，刚开始吃还觉得有点干，还有点辣味，可以吊起你的那种食欲啊。深度痛恨英国菜的一个人，深度痛恨，还痛恨法餐，还有意大利餐。好了，我们吃完了晚饭啊，我们今天这个爱丁堡之旅就到此为止了，差不多用了5-6个小时吧，5-6个小时啊，基本把老城区景点全踩了一遍啊，也不是说深入啊，比如说一些景点没进去啊，但是其实也没有说那么值得进去，如果对历史没有那么感兴趣其实爱丁堡这个地方呢，我觉得2天左右是比较舒适的一个时间，你除了在老城区逛，你还可以去周边一些小地方逛逛啊。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了，我们现在回到格拉斯哥，好，然后明天要前往 Highland 高地啊，哇，好的，自驾 ，OK， 大家拜拜，拜拜。哇，大家看彩虹出现了，哇，好大的彩虹啊！大，到这边。哎，就是这个车太脏了。